终于要开始了，我的领主生涯。在这个领主为尊的世界，初始兵种格外重要。就是不知我会觉醒怎样的兵种呢？哇，是学霸凌云！想不到第一个觉醒兵种的居然是他！他成绩那么好，一定能觉醒厉害的初始兵种。好期待啊！凌云，快看我，快看我！看我！学习好有个屁用！觉醒兵种看的是命。就是凌云一看就是一脸衰样。嘿，老子早就看他不爽了。学习好了不起啊，靠饭店服务员养大的穷鬼小子，也配让妹子围着转？什么玩意儿啊！就是，就算进去领主世界，也早晚像他小姨一样被杀出来，变成终身残废。学霸，大家族子弟，哼，都算不了什么，到最后第一名一定是我。凌云，加油！安静，都安静。我最后和你们说一遍规则：登上祭坛后，你们将觉醒属于自己的初始兵种，正式成为新手领主，进入领主世界，参与为期10天的考核。考核通过者将成为正式领主，进入领主世界深处，与世界各国争雄。失败者则会被逐出领主世界，永远失去成为领主的机会。接下来，由凌云同学第一个上台觉醒。将要伴我成长的初始兵种究竟是骷髅兵。骷髅兵，这是凌云觉醒的，居然是1阶兵种骷髅兵，这开什么玩笑啊！哎呦！传说中初始兵种能觉醒骷髅兵者，万中无一啊！啊！这怎么可能啊？是啊，确实是万中无一。因为就算1万个人里，也未必能有1人觉醒出这世上最弱的兵种。凌学霸，真亏你能觉醒骷髅兵啊！简直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不过是反向的。领主的兵种共分9阶，1、2、3阶为最弱的普通兵种，4、5、6阶为稀有兵种，7、8、9阶为精英兵种。新手领主的初始兵种往往等阶都低，大都在3阶左右。能觉醒4、5阶兵种的都算天才，觉醒6阶兵种的更是天才中的天才。至于骷髅兵，则是1阶兵种里最弱的兵种，基础属性连史莱姆都不如。哎呀，先别管那个凌云了，他这辈子注定废了！快，抓紧觉醒！再差以后会比那个凌云的兵种更差。任何人都无法与我相比。凌云，啊，怎么才2阶啊？哎呀，反正比凌云的强多了就是了啊！5阶，比想象中差点儿，倒也没给我王家丢脸。哇，王宇哥哥好厉害啊！进了领主世界，一定要帮帮我，以后人家就是你的人了，求收留。你们不是喜欢凌云吗？去找他呀。凌云？那谁啊？不熟。觉醒个骷髅兵，这辈子算废了。哼，别人是输在起跑线，他倒好，直接栽死在起跑线了。废物凌云，那些围着你转的女人都把你当垃圾了。又穷又没出息，谁理你？刚才还是高高在上的学霸，现在连老子脚趾头都比不上啊！
哎呦，是个人都能踩你一脚啊！啊，真是废物中的废物！一群墙头草，本来我也没把你们当回事。笑吧，等进入领主世界，你们就笑不出来了。因为我觉醒的可不只是骷髅兵，还有这个。天赋觉醒，亡灵天灾，等级 SSS 级天赋。特性1，可以无数量上限召唤任何亡灵系兵种。特性2，获得的任何兵种模板都可转化为同等阶亡灵兵种。有了这个天赋在，我召唤骷髅兵的数量是无限多。一只骷髅兵确实弱小，但如果是1000、10000、100万，甚至是1亿的骷髅兵呢？以多咬此象，任何兵种都扛不住铺天盖地的骷髅兵。凌云真是可惜了，本来我还很看好他。觉醒完成的学员们，从此以后你们就是新手领主，立刻前往传送门，进入领主世界外围区域，开始为期10天的考核吧。凌云一定很难过，我得好好安慰他。林浅浅，我们的校花啊，我知道你和凌云感情很好，毕竟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但他已经废了，你不如以后跟着我王宇，前途一片光明。滚开！不管凌云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抛弃他。小姨，你来送我了。小云，就算你的兵种最弱，过不了新手考核也没关系，小姨会养你，会永远在你身后。虽然我叫她小姨，但她并不是我的亲人，只是我妈妈生前的闺蜜。在爸妈遭遇事故离去后，所有亲戚都当我是累赘，没人愿意收养。只有小姨不离不弃，哪怕她只是个小饭馆的服务员，但也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将我养大。其实，小姨原本也是位风光无限的正式领主，却不料遭到奸人陷害，被驱逐出领主世界，终生无法返回不说，腿部还落下残疾，每到月圆之夜都会痛不欲生。想要彻底治愈，必须前往领主世界深处，找到可以让小姨重返领主世界的保护——领主之心。放心吧，小姨，我一定会通过考核。当然，只是通过考核还不够，我一定要成为正式领主，前往领主世界深处，找到能够治愈小姨的领主之心。小云，记住自己的安全第一。小姨放心，我走了。来了，这就是我的初始岛屿。每个新手领主都会落入一座初始岛屿，在岛屿上建造领地，召唤兵种，攻略岛屿，就算完成了考核的第一步。是否建造您的领地？领地建造成功，请问您的领地命名？就叫亡灵国度吧。命名成功。兵种数量居然是无限大，看来我的天赋已经生效，只要有足够资源，就可以无限爆兵。建造祭坛，想要爆兵，首先得有生成兵种的祭坛。您建造了骷髅兵祭坛。啊，这就是我的祭坛？怎么就一个坟包？也太难看了。算了，好看也当不了饭吃。而且我的产量已经无限大，无需给祭坛升级，倒是节省了不少素材。1金币生产1个骷髅兵是吧？目前我手上只有新手领主的初始资源，金币数量在200，但我可不打算只产出200个骷髅兵。而且领主世界获得的资源是可以1比1自由转换的，资源转换，所有资源全部兑换金币。资源转换完成，您获得1000枚金币。全部金币使用，祭坛开始生产。出来吧，我的1000骷髅兵军团！进入领主世界的第一天，因为资源有限，哪怕再厉害的天才，也最多爆出3、4个，而我足足爆出1000骷髅兵，数量是他们的几百上千倍。这样的力量足以让我横推初始岛屿。而且亡灵系怪物还拥有别的兵种所不具备的特性，那就是不消耗食物。
别的新手领主就算能在初期爆出1000兵种，也根本养不起，吃都能把他给吃穷。而我的骷髅兵完全不用担心食物问题，而且只是1000骷髅兵，可还远远不能让我满足。去吧，我的骷髅兵将这个初始岛屿横推。前方出现怪物史莱姆。好家伙，连最弱的史莱姆属性都比我骷髅兵厉害。不过我也没打算单挑，全军出击，狠狠群殴！史莱姆全部死亡，阵亡兵种骷髅兵7。兵多就是爽啊，连爆出来的东西都不用我自己捡。继续探索岛屿，发现野生的金矿，发现野生的林场。给我挖！只是这点资源还不够，像是什么石矿、铁矿，统统给我找出来，全部开采！给我砍！所有新获得的资源全部转化为金币，用于生产骷髅兵。新生产的骷髅兵前往大部队，补充消耗兵源。初始岛屿 BOSS 领地出现。好，这么快就找到 BOSS 的领地了。只要解决掉 BOSS， 我就算通关初始岛了吧。初始岛 BOSS 领地出现，是否讨伐？2阶魔兽，属性值确实高，而且看数量应该有50只左右。但那又如何？新开采的资源已经全部被我用来爆兵，如今我的骷髅兵数量已经达到2000，一人一脚也能踩死他们，没什么可怕的。全军出击，开始讨伐！BOSS 出现了，真是厉害的属性啊！可惜，终究只是一只，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我这还是4000只手。上，给我狠狠的群殴！再过2个小时就能挖完这座铁矿，到时候再把铁矿换成金币和食物，就能产出高达5个兵种。到时候我就能开始尝试去寻找 BOSS 领地，开始通关了。谁的进度能比得上我？初始岛屿首通奖励必然是我的！夏国赛区公告：新手领主凌云通关出生岛，耗时3小时15分钟，为夏国赛区第1位通关出生岛的新手领主，将获得丰厚首通奖励。什么？开什么玩笑！我不信！进入夏国赛区频道查看详细信息。新手领主凌云首次通关，将获得以下奖励：1万份基础资源，1个5阶兵种宝箱，1个英灵殿令牌，3个黄金级装备宝箱。由于凌云完成初始岛首通，新手领主考核排行榜开启。考核期间，新手领主击杀怪物、爆兵、采集、升级领地，都将获得相应积分，以积分数进行新手领主排名。本次考核最终成绩以积分排名为准。什么？凌云通关初始岛了？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凌云吗？不会吧，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凭他不可能做到。什么情况？我杨傲天才刚刚找到 BOSS 领地，你居然就通关了？不对，公告栏里只显示了名字，未必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凌云。凌云觉醒的可是骷髅兵啊，我连 BOSS 的屁都没闻着，他就先通关了，不可能！天凌云绝对做不到，一定是同名同姓的别人。没错，凌云的初始兵种可是世上最弱的1阶骷髅兵，信他能首通？哼，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就是，一点都不可能，就凭他那个铁废物，绝对不可能做到。一定是重名的别人。夏国赛几十万新手领主，未必只有一个叫凌云的。没错，谁都可能首通，偏偏凌云不行。他不过是我们谁都能踩一脚的垃圾。这
这个手通的凌云，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凌云吗？要不给他发消息问问？不行不行，万一不是他的话，我这样问一定会打击到他的。哎呀，要我说，那与其乱猜，还不如在校群班群里直接问。对啊，凌云，你看到消息没？快回复啊！那手通的人究竟是不是你啊？是，一群墙头草，吵死了！全部静音处理。想确认手通的是谁，我还偏不告诉你们，使劲猜去吧。先清点一下我的丰盛手通奖励吧。不说别的，光是1万份的基础资源，至少也能兑换成1万金币，意味着我将能爆出1万骷髅兵。为了解决 BOSS 领地，我骷髅兵损失了1000多。不过现在倒也不用急着补充，看看别的奖励吧。您开启了5阶兵种宝箱，获得5阶兵种烈焰法师。烈焰法师虽然也不错，但却是人族兵种，享受不到我的天赋加成，就用我的天赋特性2将兵种转换。您对5阶兵种烈焰法师使用了亡灵转换，转换成功，您获得5阶亡灵兵种亡灵法师。厉害啊！不愧是5阶兵种，伤害远超骷髅兵。不过可惜生命值不够，在5阶怪物里算脆皮，不过也无妨，可以让骷髅兵当肉盾。再看看这个令牌吧，使用英灵殿令牌可召唤1名英雄，是否召唤？召唤。请选择您召唤的英雄种族：人族、兽人族、精灵族、亡灵族、巨人族。这还有什么可挑的？亡灵，毕竟我的兵种都是亡灵族，选个亡灵族英雄也好帮忙带兵。出来吧，我的亡灵英雄！魅惑女妖芭芭拉，见过主人。哈哈，不错，这属性可比一般 BOSS 强多了，放在身边满满的安全感。剩下的2个装备宝箱全开了吧。您开启了黄金级装备宝箱，获得黄金级装备：染血之刃、抵御之盾、黑灵法杖。领主世界里的装备有2种，分为兵种装备和英雄装备。兵种装备可以给兵种配备，一旦配备，该模板兵种全部都能生效。正好我的骷髅兵都是战士职业，配备上这2件兵种装备，不但大幅度增加伤害，生命值还有大量提升。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一碰就碎，再加上我骷髅兵数量极多，对于总体战力而言，简直是超级加倍提升。英雄装备属于领主和英雄都能使用，不过除非特殊情况，我基本不可能亲自上战场。正好芭芭拉是法师职业英雄，非常适配。芭芭拉，这个法杖送你了。主人，这么好的装备，真的要送给芭芭拉吗？你都叫我一声主人了，我还会小气？而且这法杖给你用正合适。谢谢主人。我的主人，有什么需要，请尽情吩咐芭芭拉。哈哈，请问，您今天是要先暖床，还是芭芭拉什么都可以为主人做的哦？要不今天就先暖床。别，离睡觉时间还远着呢。总之，先回领地。哎呀，好家伙，不愧是魅惑女妖，我这么大一个精壮小伙，哪能顶得住啊？建造祭坛，全新的5级兵种亡灵法师也该生产了。您建造了亡灵法师祭坛。好家伙，价格是骷髅兵的200倍。不过，毕竟是5阶兵种，再贵也得要。开始吧，久违的刨冰。芭芭拉，以后亡灵法师兵种就交给你率领。是，主人。先给你分配个任务，带着骷髅兵和亡灵法师，将初始岛上的所有资源全部给我扫荡回来。是，主人。有个英雄就是好使。等搜刮完初始岛，就得开始考虑登陆了。目前排行榜上只有我一人，是因为通关初始岛屿的只有我一个，估计要不了多久，榜单就得热闹起来。虽说通关之后，初始空岛就会成为我的领地，可以操控着飞行移动，但以防万一，还是先把岛上资源怪物扫荡完更稳。至于再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带着领地前往大陆。
和每人一个的初始空岛不同，大陆上资源要丰富得多，而且会有很多新手领主同时登陆。那些瞧不起我的同学们呢？好久不见，不知你们最近过得如何？我们终于要在大陆会面了。金矿开采完成，获得金币；林场砍伐完成，获得木材；铁矿采集完成，获得铁石。素材要分类放好，方便主人使用。还有那个骷髅兵，注意点，再敢偷懒，小心我把你给拆了。兵种多就是好啊。别的新手领主还在拼死拼活刷怪采集，我倒是先悠哉起来。地面开垦完成，可以耕种；播种完成，浇水完成。植物剩余成熟时间3小时。搜刮岛屿时，还获得不少种子，等成熟后就可产出食物，用于转换金币，爆出更多币。打开排行榜。这些天我都在搜刮初始岛，期间别的新手领主们也完成通关，出现在排行榜上。算算时间，也该出发了。主人，初始岛所有资源全部开采完毕，目前您拥有骷髅兵3000，亡灵法师200，数量还可以。这个阶段，别的领主估计最多20只兵种，足以碾压他们。起航，前往大陆。还有别的初始岛屿，看来我搜刮岛上资源用了太多时间，居然有人快我一步登上大陆了。登岛完成，开启领地护盾。每个新手都会配备一个领地护盾，可以保护领地，守护领地24小时，免疫外敌攻击。提前做好防护，可别我在大陆上探索，来个老六把家给偷了。根据地图指示，前面会有一个副本。通关副本能拿到丰厚奖励。哪来的小子？副本已经被我们王宇老大包场，不想死就滚开！哎，那边那个谁干嘛呢？去，快滚开！这边的副本已经被我们承包了。知道那副本里刷怪的是谁吗？我们的老大，超级富二代王宇，他可是你惹不起的存在。王宇，他已经先我一步进副本了，看来我也得加快进度，因为副本首通和初始岛首通一样，都会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励，绝不能放过。等等，那小子看着好眼熟啊！这不是咱们那觉醒骷髅兵的弱鸡学霸凌云吗？起开，家里几个子儿啊？敢来和王宇哥抢副本，你也配？主人，快下命令，看我打死他们！我去，好漂亮的妹子，小小的身材，那脸蛋儿简直绝了！他叫凌云主人，难道是传说中的女性英雄？真是个走狗屎运的家伙，居然获得这种极品！召唤兵种！冲啊！下来，凌云，抓住他的女英雄，哥几个好好说说！就凭你们也配？兵种召唤，出来吧，我的亡灵军团！这是什么情况？我不是在做梦吧？好多的骷髅兵，甚至还有5阶兵种亡灵武士，这数量怕不是得有2-3千吧？开什么玩笑啊！就连王宇老大的兵种数量也只有30个呀，更别提我们了。这是人能做到的？如此多的骷髅兵，就算一人一脚，也能把别的领主给踩成渣渣呀！难道不是出名？首通初始岛排行第1的那个凌云，就是我们认识的凌云。哎，不要慌，数量再多又如何？我们拥有的可是2阶甚至3阶的兵种。就是1阶的骷髅兵算个屁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都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渣渣。哼，中看不中用，骷髅兵是为他们上一课。谁说的中看不中用啊？这支骷髅兵都是有兵种装备的，就算3强也比我的2阶兵种强，更别说人家还是军友。哎呀，别打了，求放过，再打真的会死啊！该死！是哪个骷髅兵踩死了我的2弟？2弟，你醒醒啊！快支棱一下！惨，
太惨了，李云好厉害，根本就不是王宇能比的呀。不一定，王宇哥就快要通关副本，等拿下副本首通，指不定谁更强呢。人家甚至都没来得及出手，你们怎么就倒下了？也太弱了吧！回头有你表现的机会，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得做。王宇，你的副本首通，我凌云来取了。怎么办？凌云也进副本了，进去又怎样？王宇通关进度已经到达80%，凌云不可能追得上。那可不一定，以防万一，快通知王宇哥，让他抓紧通关。要怎么通知啊？哎，你傻呀，用手机发消息啊！欢迎来到黑暗森林副本，副本为青铜级单人副本，杀光副本内所有怪物即可完成通关。这就是副本，还是第一次见。和初始岛屿不同，副本的情况很特殊，里面自成一片空间，允许多个挑战者同时挑战，但又彼此不会相遇，且不同挑战者面对的怪物都完全相同。哪怕有人将自己副本里的怪物杀完，只要退出副本再次进入，怪物又会刷新。与之相比，别的地方的野生怪物死了可就是真死吗？比起胆小的怪物，我就喜欢这种莽子，否则一旦逃跑，抓起来会很浪费时间。我的亡灵法师们，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想不到啊，首通初始岛的凌云，还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废物，而且我的小弟居然都被那个废物给干倒了，真是一群连废物都不如的垃圾！垃圾！那又如何呢？副本里的怪物已经被我清空80%了，而你才刚开始进入，想和老子抢首通，老子让你连首通的屁都闻不到！骷髅兵士盾，一个个都顶上去，挡住怪物的攻击，别让脆皮亡灵法师受伤。亡灵法师全体蓄力，使用黑炎法球攻击怪物最密集的区域。我勒个去！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所有亡灵法师火力全开，杀怪简直和喝水一样简单。而且被亡灵法师杀死的怪物尸体会自动触发技能2，复活成亡灵为我所用。虽然只能存在10分钟，但只是把他们当肉盾，也能大幅度减少骷髅兵的阵亡数量。不愧是5阶兵种，恐怖如斯。芭芭拉更是强的可怕，一嗓子下去，吼死一大片。不愧是我召唤的亡灵英雄。我勒个去！好一个波涛汹涌，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波吗？攒劲儿啊！主人想看的话，随时可以哦。先干正事，拿下副本首通以后再说。那你们说，凌云有没有可能比王宇哥更快通关副本？绝对不可能！他进去的时候，王宇哥都通关80%了。就是，除非他坐火箭，否则累死也不可能追上。不好了，出大事了！快看副本通关进度，凌云才进去半小时啊，通关进度就疯狂提升，简直真的跟坐了火箭一样啊！奥利猿猴们，下手再狠点，专挑弱点打，给我狠狠的抓哥布林的下三路，让他们领教一下什么叫猴子偷桃！这些女人真是有病，不知道我在和怪物激烈战斗，打什么视频？说事快说，不知道哥正忙着呢吗？哪怕再想念哥，也得等哥出去再宠幸你们。王宇哥，大事不好了！凌云的刷怪速度简直像起飞一样。他虽然进入副本才半个小时，进度就已经到达60%，快要追上你了。开什么玩笑！老子辛苦刷了5个小时，才完成80%的进度，他半小时就干到了60%。你们确定没有看错？真没看错，王宇哥，你快抓紧啊，不然真的会被抢走副本首通的。好，我知道了，别挂视频，就这么保持着，随时跟我汇报他的进度。是。现在不是心疼兵力的时候了，
方会让所有兵种必须拿下手通。云，你逼我的，召唤兵种！所有不伤休息的暴力猿猴，都给老子滚出来！就算拼上你的小命，给我快速杀光怪物！魔力耗光的亡灵法师退后休息，恢复魔力。休息完成的亡灵法师往前顶，继续使用黑炎法阵杀放。外物尸体复活的亡灵顶在前面挨揍。虽然主人不差这几个钱，但还是尽量减少骷髅兵伤亡。真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妖，有芭芭拉指挥都没我啥事儿。这怪刷的也太悠闲了。不知道王宇那边怎么样？那些女人肯定会给他汇报消息，估计已经在拼上命赶进度了吧。女人，普通怪物已经清理完毕，要进入 BOSS 领地了。这就是3阶的 BOSS， 居然有8万生命值，真是够皮糙肉厚的。不过咱主打的就是数量碾压，装备染血之刃的骷髅兵，每个伤害都达到90，而且数量足足有2000，哪怕只是一人砍一刀，砍不到1轮 ，BOSS 就得嗝屁。更别说还有亡灵法师火力支援，打起来简直砍瓜切菜。骷髅兵们，上！给我狠狠的用小刀划 BOSS 的屁股，让他开开眼。天哪！凌云已经追上王宇哥的进度了，快和王宇哥说情况。王宇哥，凌云的进度已达到了99%，应该和你一样开始打 BOSS 了。别说了，我身为领主，都已经拿着装备亲自上阵了，而且 BOSS 就剩下1点血皮了，马上就要被我杀死了。该死的凌云！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的暴力猿猴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养伤轮换，何至于像现在这样全军覆没？不过都无所谓了，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多少兵种都能生产。拿下手通，我完全可以弥补此次的损失。利用奖励完成暴兵之后，就去亲手宰了凌云，我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最后一击，给我去死吧！副本手头，我王宇来了！夏国赛区公告：新手领主凌云通关青铜级副本《黑暗森林》，耗时48分钟，为夏国赛区第1位通关副本的新手领主，将获得丰厚手通奖励。手通没了，又被凌云拿走了，怎么会这样？我明明更早的进入副本，我甚至辛苦了好几个小时，就在即将杀死 BOSS 的时候，手通没了！不可能是真的，我一定是在做梦。好疼！真不是在做梦，老子的手通没了！该死的 BOSS， 给我去死！去死！黑暗森林副本通关，领主将被传送出副本入口外。王宇哥输了，副本手头真的被凌云拿走了。呼呼，那么多进度都能反超，凌云也太厉害了。很明显，凌云比王宇哥更有前途。凌云，还真是你这个废物！混蛋，居然敢抢我的手头，甚至害得老子走神，差点被 BOSS 打死！这个该死的家伙！哟，我当是谁？这不是觉醒了5阶初始兵种不可一世的天才王家少爷王宇吗？怎么变这么惨？主人，你看，他装备都烂了，还流血了呢。明明只是刷个青铜级副本。哼，天哪！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不会有人刷个副本都得拼上小命吧？哈哈哈哈哈哈！你怎么，你还不服？想打架是吗？王宇，你怎么着？想动手是吗？不行，我得忍住。眼下我装备损坏，兵种全灭，光干司令一个。但凌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兵种。
而且他毫发无伤不说，身边还跟着个英雄，和他开战只能是自讨苦吃。无论如何，我都得忍住。这笔账以后和你算。宝贝儿们，跟我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走啊！凌云哥哥，我们想和你一起。你长得又帅，个子又高，学习成绩还好，最重要的是你实在太厉害了，前途无量啊！人家其实一直都在暗恋你了呢，要不是王宇逼迫，我们才不会跟他。就是，凌云哥哥，你就收了人家嘛！什么情况？他们要抢走我的主人？你们这些臭女人，老子还不比那个废物强！而且你们要搞清楚，我王家可是夏国顶尖家族，财富无限，而那个凌云，他就是一个穷光蛋，他能比得上我？切，骗鬼呢！凌云哥哥这表现，早晚会成为非常厉害的正式领主。只要实力够，钱对他来说就是个数字，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差你那几个字儿。你们！凌云哥哥，我一直都最喜欢你了，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你就允许我追随你吧，好吗？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哦，好不好嘛，凌云哥哥？只要能陪伴在你身边，人家什么都愿意做。主人明明是芭芭拉的主人啊！就你们这些反复横跳的墙头草，也想追随我？做梦！让你们给我舔鞋，我的嫌脏！芭芭拉，我们走。是，主人。我们这是被抛弃了？开什么玩笑！老娘明明说了什么都愿意做，他还要怎样？可恶！事到如今，只剩下一条出路了。王宇哥，人家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嘛。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呢。恭喜你通过测试了，我只是在测试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嘛。都给老子滚！信使手东出使岛，接着连副本手头也被凌云拿了。骗人的吧！我探索一整天，连副本的一根毛都没找着，人家就已经通关了。那小子是不是开挂了呀？不带这么玩的吧？进入领主世界至今，我甚至都没合过眼，拼命在各地搜刮资源，暴兵变强。即便如此，还是追赶不上他。不行，只要卷不死，就往死里卷。我杨傲天就不信拿不下这个第一。上次初始岛首通的奖励，让我兵种实力暴增，甚至还获得了芭芭拉。不知道这次的副本首通会有什么奖励呢？想想就激动。开始领取领主世界奖励。作为夏国赛区第一个通关副本的新手领主，凌云将获得以下奖励：3万份基础资源，1个6阶兵种宝箱，1个神话级种子，2个钻石级装备宝箱。打开6阶兵种宝箱。您开启了6阶兵种宝箱，获得6阶兵种战争骑士。兵种转换。您对6阶兵种战争骑士使用了亡灵转换，转换成功，您获得6阶亡灵兵种亡灵骑士。我的天，又肉又有伤害不说，还有霸体有减伤，不管逃跑还是硬刚都强的一匹。我这第3兵种简直就是全能型啊！难怪人人都想要高阶兵种，骷髅兵哪怕带上装备，都远远比不上裸装亡灵骑士。6阶兵种恐怖如斯，这不得狠狠的爆他一波兵！另外2个钻石级全部打开。您开启了钻石级装备宝箱，获得钻石级装备云铁盾、魔力之心。运气爆表了！云铁盾和我的新兵种亡灵骑士简直完美适配，装备上后甚至能碾压2阶 BOSS 怪物。那可是 BOSS 啊！一片区域数量也就1个，而我的亡灵骑士只要资源够就能无限召唤，带着一群相当于 BOSS 的兵种出征，想想就无敌啊！芭芭拉，这个魔力之心你用正合适，带上它相当于无限魔力值，技能随便甩。主人你终于肯接受我了。什么接受？什么情况？芭芭拉这表情不太对啊。主人，你知道送给女妖一族项链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什么？是永生永世在一起的信息。
主人，你终于愿意接受芭芭拉了。芭芭拉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升天般的快乐。不是，我就只是送件装备，一切只是意外，纯属巧合。哎，我的天，不愧是魅惑女妖，真是够猛啊！我这小身板差点没挺过来，以后可得注意言行，不然真遭不住。其实项链的意义只是我瞎编的，谁让主人每次推三阻四，害得人家都忍无可忍了。昨晚忙到一半被打断，总之先把最后一份奖励领了吧。您领取了神话级种子荆棘藤蔓，种下后可生成荆棘藤蔓蛋，抵御外。谁靠近就主动扎谁，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守城建筑。不对，守城建筑还得消耗资源建造，荆棘藤蔓只要土地和水就能生长，简直就是极致高的性价比，赚大了。有了荆棘藤蔓，我外出就再也不用担心被偷家了。真说起来，这玩意儿的缺点仅有一个，就是得种地。但我这边别的不说，劳动力可是无比充足。来500个骷髅兵，种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1天内给我把领地外围种满荆棘藤蔓。哎，干体力活不说，还不用给吃的，这就是当黑心老板的感觉。原来一直以来，我不是恨资本，而是只恨自己不是资本啊！因为之前通关副本，我的兵种已经损耗不少，接下来就开始新一轮爆兵吧。您建造了亡灵骑士祭坛，喂，生产一个就500金币，相当于2个半亡灵法师和600个骷髅兵啊！但正所谓，贵的东西除了贵，哪儿都好，多花点钱又如何？只要兵种够强，早晚能给我挣回来。手通奖励给我的3万份基础资源，并非是指所有资源共计3万份，而是每种资源奖励3万份，而资源类型又分金币、木材、矿石、铁矿石、食物5种。也就是说，如果我将所有资源转换，足足获得15万金币，再加上我击杀副本怪物爆出来的资源和领地内骷髅兵们耕种出来的食物，金币数量完全达到20万，足以让我狠狠来一波。所有资源兑换金币，亡灵骑士给我爆，还有骷髅兵和亡灵法师都给我爆。主人，所有金币消耗完毕，此次爆兵完成，再加上之前副本战斗的结余兵力及芭芭拉统计，您现在拥有骷髅兵37000，亡灵法师400，亡灵骑士200。很好，这股力量已经足以让我应对任何局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个，扫荡整片大陆。今天我叫各位前来，是为分享一个重要情报。目前排行榜第1的那个凌云，正是和我同一学校的那个废物凌云。什么？还真是他？这开什么玩笑啊！他的初始兵种只是最弱的骷髅兵啊！所以说他以前学霸，但学习成绩又不会增加战力，凭什么他能第一啊？可恶！我们一个个觉醒2阶、3阶，甚至4阶兵种，到头来连个觉醒1阶兵种的都比不过，太气人了！不止如此，你们当初可嘲笑过他，而如今我已经遭到他的报复，被他抢走副本手通。以他那小肚鸡肠的性格，怕是早晚会一个个找上你们报复。该死！这可怎么办？我当初还骂过他废物，我还扬言要在这次考核把他踩在脚底，我还说了他小姨坏话。而且凌云所带来的威胁可不止这一个。我们考核的领主世界区域内资源有限，凌云多拿1份，意味着我们就会少1份，到时候我们必将被淘汰。那怎么办啊？我不想考核失败啊！王宇，你有什么办法？说到底，凌云只是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穷小子，就算把他杀出领主世界，你们也不用担心遭到任何报。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组成联盟，一起对付凌云，将他杀出领主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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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集食物+1，采集食物+1，采集食物+1。也不知道凌云现在怎么样，有没有登上大陆？只有1阶骷髅兵的他，日子可能会过得很艰难。这几天我尽量在大陆上多找些资源，等见到就能多分他一些。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3阶兵种宝箱哦。
到时候再送给他，他一定会很开心。啊，跳舞兔，你这么紧张，是碰到怪物了吗？啊，你想去哪儿？慢点儿！啊，那些怪物是骷髅兵。宇哥，宇哥，找到了！我的黑斑猫头鹰在空中环视了整整大半个大陆，终于锁定了凌云的位置。凌云，终于找到你了！为了你，我可是召集了50位新手领主组成联盟，我所有人全力出手，光是2阶、3阶、4阶的兵种数量，组合起来都能有上千。再加上我为了对付你，耗尽一切资源，疯狂爆兵，如此充裕的力量，你拿什么和我斗？弟兄们，出发！凌云的死期到了。骷髅兵，难道是凌云的？啊，这可说不准。虽说骷髅兵作为世上最弱的初始兵种，获取概率比6阶兵种还低，但未必就只有凌云拥有。而且，这些骷髅兵可是带着2件黄金级兵种装备呢，看着厉害得很。真打起来，就算是我的4阶跳舞兔，也未必是对手。凌云不太可能有这运气。总之，先开溜，可不能惹着他们。抱歉，我不是有意偷看的，求求你们不要杀我！住手！都给我住手！让你们过来采集食物，你们怎么追着别人跑？我可没给你们下达过见人就杀的命令。啊，好熟悉的声音，难道是凌云？林浅浅，凌云，好久不见，我终于找到你了。是啊，好久不见。看着不错哦。身材虽然比我差点儿，但也算很好了。该大的地方大，该小的地方小，脸蛋也漂亮。不错，很不错。芭芭拉同意了，你有资格做主人的女人。什么凌云的女人呀？人家只是他的发小，虽然感情很好就是了，但交往的话还得小小的做一下心理准备，起码得先告白。哎呀，讨厌！我都在说些什么？凌云，这些骷髅兵都是你的吗？没错。这么看来，你已经比我都厉害很多了呢。亏我还想多找点资源分给他，想不到他实力已经超过我了，事到如今也拿不出手。好在我还有点别的好东西。不过话说回来，他真的是那个排行第1的凌云吗？好像不太对。那个凌云已经获得2个兵种宝箱，应该有很多种兵种才对。但现在我只看到骷髅兵，估计只是重名吧。凌云，其实我有一个3阶兵种。果然在这儿！凌云，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凌云，抢我副本手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后果？今天我带着50位领主，上千个兵种，死定了！王宇的副本手通被凌云抢了，难道这个凌云真是排行第1的凌云？才上千，这么点儿啊？看你这架势，我还以为得有10万兵种呢。上千还少啊！好一个嘴硬的家伙！看你这个女英雄长得也够攒劲儿的，等解决了凌云，我就把你抓住，在你身上狠狠的出口恶气。宇哥，别光顾着自己吃，也管管兄弟们呀！就是，怎么能吃独食呢？这么劲爆的女英雄，哥几个人也差得很呐！一定！王宇，你太过分了，都是同学，怎么能这样？林浅浅，你也在啊！识相点，立刻滚过来投靠老子，不然等老子的联盟解决了凌云，连你一块收拾！我呸！你也配！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以多欺少算什么本事？有种的像个男人一样单挑啊！虽然凌云的骷髅兵很强，但架不住上千兵种的围殴啊！和排行第1单挑，傻子才那么做。老子大费周章组建联盟，不就是为了群殴吗？凌云，你不会怪我不讲武德吧？当然不会，就是不知道，如果是我反过来群殴你，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讲武德？群殴？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们已经将你团团包围了，你拿什么群殴我？是吗？我觉得还是你有必要睁大狗眼仔细瞧瞧，到底是谁包围了谁。
我的天哪，什么情况？我们这是被反包围了，开什么玩笑？天哪，凌云究竟有多少骷髅兵啊？这怕不是已经上不，这数量恐怕已经有2万甚至3万了吧？而且那些骷髅兵可是都带着装备的呀！不止骷髅兵，还有大量5阶的亡灵法师以及6阶的亡灵骑士，最起码上百的亡灵骑士啊！我不是在做梦吧？这是人能拥有的兵种数量和质量！天哪，如此可怕的力量！除了凌云，谁还有资格当排行第一？都别慌，数量再多有个屁用啊！还不是1阶的骷髅兵，至于那些亡灵法师和亡灵骑士都被骷髅兵挤在外面了，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而且你们都搞清楚了，是凌云先被我们包围，只要你们有人在最外圈暂时挡住那些亡灵兵种，拖延时间，我们再趁机先解决掉凌云，就可以轻松获胜。还不快上，干死凌云！干死凌云，我们才有活路！杀呀！想杀害主人，先踏过我的尸体！你要见效！好疼！我的耳膜被震溃了！你英雄太厉害了，一个就能打坏4个，这么厉害！都顶住！把硬抗伤害变成残废也无所谓，我王家有的是治疗残疾的宝药，到时候都给你们治好！快顶住！该死！老子拼了！损失再大又如何？只要能解决到凌云，爆出来的资源足以弥补一切！一定要冲过去啊！冲啊！主人，这些家伙都不要命了，拼了！我也来帮忙。不用，他们似乎太小瞧我的兵种了。该死！那些亡灵法师太猛了，一个火冲下去，一死一大片。想成大事必然会有牺牲，就让我踏着你们的尸体登上巅峰吧！凌云，给老子去死！不好意思，我还死不了。什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亡灵骑士？地狱外圈负责拖延时间的人呢？那些亡灵骑士太猛了，皮糙肉厚不说，冲锋起来还没控制，根本就不可能阻拦啊！不打了，求求你们不要再找我了！凌云爷爷，我们投降！真的打不过啊！都是一群废物！王宇，在我眼中，你比他们可好不到哪儿去。既然敢找我麻烦，就应该想到失败的后果。你要干什么？我可是王家的少爷，你敢对我下手？什么狗屁少爷！使用技能亡灵践踏。爷爷，我求你别踩了！新手领主王宇已被击杀，所有兵种覆灭，灵魂将被传送回领地复活。复活后，肉身将随机残疾一处。您爆出了200份基础资源，您爆出了黑曜石城墙蓝图。城墙蓝图倒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能在领地内建造城墙，大幅度提升领地防御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特殊情况外，领主世界内的领主就算被杀，也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会在领地重新复活。不过作为代价，复活的领主会终身残疾，且失去所有资源。想要东山再起，难如登天。当初小姨就属于特殊情况死亡，非但终身残疾，失去一切，还永远无法返回领主世界。我一定会找到领主之心，彻底治愈小姨。凌云，是我永远不识泰山，求你饶我一次！我愿献上一切资源，求你放我一马！我真的再也不敢了！只要放过人家，人家什么都愿意为您做，随意您怎么折腾，不要任何回报。主人，你打算怎么做？如果今天战败的是我，你们会不会饶我？会啊，怎么不会呢？大家都同决一场。就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赢了我们当然会收手。我们啊，都是被王宇那个狗杂碎指使的。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想惹你呢。真以为我会信你们的鬼话？一旦我战败，他的下场可想而知。到时候他求饶，你们会放过他？主人，想不到你这么在乎芭芭拉。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您击杀了撸人甲，爆出了火焰箭塔蓝图。您击杀了卧台2，爆出了5阶兵种宝箱。您击杀了甲，爆出了80份基础资源。主人，爆出来的资源已收集完毕。基础资源很少，看来这些家伙为了对付我，把所有资源都换成金币用来刨冰了。你先收着，我回头处理。对了，浅浅，你之前说你有一个3阶冰什么来着？对了，浅浅，你之前说你有一个3阶冰什么来着？没有，你听错了。你都有6阶冰种了，我的3阶冰种宝箱怎么可能拿得出手啊？哦，对了，凌云，我之前采集时意外获得一份地图，上面记载了一个大陆上英雄祭坛的位置，你要吗？英雄祭坛？那可是能召唤英雄的好东西啊！你怎么不自己用？我尝试过，但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4阶 BOSS 守护，结果被揍了一顿逃出来了。不过凌云，你这么厉害，一定能战胜他。好，那我就替你报这个挨揍之仇。不过，白拿你东西可不好。芭芭拉，刚才不知道杀哪个领主的时候，似乎报了个5阶宝箱来着，送给浅浅吧。另外，再送他1万分基础资源。好的。只是一份我用不了的地图而已，这回报也太珍贵了，我不能要。明明是要送你东西，怎么反而变成你送我了？浅浅，刚才哪怕面对那么多领主围攻，你都坚定站在我这边，完全值得获得这一切。而且英雄祭坛对我很有用，这笔交易我一点都不亏。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客气收下喽。排行第1的凌云，那我继续去别处收集资源了，你也去忙吧。好，走吧，芭芭拉，我们去会会那个很厉害的 BOSS。您击败了4阶 BOSS 火焰熊，获得4万份基础资源，获得兵种装备熊皮甲，获得英雄装备大砍刀。浅浅说的那么玄乎，我还以为这 BOSS 有多强，结果杀起来比副本 BOSS 还快。主人，不是林浅浅乱说，单纯是因为现在的您太强了。就今天那些被你打爆的领主们，除了那个带头的王宇，换成谁也得被这个 BOSS 虐。就算王宇，也最多只能是踩尸组。总之，去看看英雄祭坛吧，不知道我的第2位英雄会是什么样。您已经成功复活，并获得终身残疾断臂。您失去了一切资源。别他妈嚷嚷了！我知道，我都知道。为什么我要招惹凌云？我好好活着，他不笑吗？为什么？为什么？看样子，英雄祭坛和英灵殿令牌不同，只能召唤相关兵种类别的英雄。亡灵法师有芭芭拉统帅，骷髅兵除了战斗，还适合干杂物，由我灵活指挥最好。既然如此，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就决定是你了，亡灵骑士。您召唤了亡灵骑士统帅奥登。亡灵骑士统帅奥登参见主人。哈，我勒个去！伤害足以媲美芭芭拉不说，生命值还爆高，并且使用技能还能减少70%伤害，肉的一批的同时伤害还高，活脱脱一个重甲坦克啊！强，太强了！主人，这位是？我是领主夫人。夫人。金矿开采完成，获得金币；林场砍伐完成，获得木材；铁矿采集完成，获得铁石；果树采摘完成，获得食物。主人，骷髅兵们的效率很高，只是2天的功夫，就已经扫荡大陆20%的资源，算是预料之中。3万多的骷髅兵全体出动采集资源，可不就跟蝗虫一样，扫哪空。经过这些天的积累，资源量已经足够，该进行下一步了。开始建造！使用非药石城墙蓝图，建造非药石城墙；使用熔岩箭塔蓝图，建造熔岩箭塔。荆棘藤蔓生长趋势改变，附着于城墙。主人好厉害！很好。附着了荆棘藤蔓的黑曜石城墙，又有点伤害，
还能刺伤敢试图爬墙的入侵者。火焰剑塔更是防守反击的利器，1000点伤害，别说入侵者，就算怪物群攻击都得射个顶朝天，简直满满的安全感啊！主人，为什么突然大规模加强城防设施？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建造市场了。建造市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想要收集资源，我们自己收集不就好了？这你就不懂了，只靠蛮力能采集到的资源范围有限，考核时间已经没剩几天，期间我们最多把这片大陆采集完一半，就得用剩余时间去应对最终考核。而领主世界外围区域是非常大的，还有数不尽的无主空岛和副本，里面指不定有什么珍贵资源，仅靠我们是不可能都获取的。我们直接开个市场，让成千上万甚至上10万的新手领主前来交易，把摊位费一收，躺着赚钱他不香吗？捎带着我们富余的资源也能丢出去卖，期间有什么珍贵资源，我们还能第一时间察觉并买到。这样我们赚到了摊位费，富裕的新手领主有地方摆摊，普通新手领主也能有地方买东西，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哇，主人您真是太厉害了，这就是所谓的奸商吧？奸商你个头，这叫正经生意人，是造福大众。其实建造市场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小姨。虽然领主世界外围不可能找到领主之心，但起码有极低概率能获得缓解小姨疼痛的灵药。虽然我没有，但不代表别的新手领主没找到。灵药虽然珍贵，对别人却无用。只要建造市场，将他们聚集过来，很可能有人拿出来卖。显示领地信息，升级领地，耗费1500份木材、石矿、铁矿。亡灵国度提升至2级，耗费3000份木材、石矿、铁矿；亡灵国度提升至3级，耗费8000份木材、石矿、铁矿；亡灵国度提升至4级，耗费2万份木材、石矿、铁矿；亡灵国度提升至5级，领地提升至5级，你已具备建造市场的资质，是否建造？建造市场。夏国赛区公告：新手领主凌云成功建造市场，为夏国赛区史上第1位建造市场的新手领主，可免费为市场打1次广告。广告将以赛区公告方式显示。啥？建个市场成史上第1了？好家伙，我杀了那么多怪，对抗那么多新手领主，最多就是获得些什么手通成就，结果没想到只是建造了个市场，居然还成史上第1了。算了，不管那些，我还是想想给市场打个什么样的广告吧。我勒个去！市场史上第1，开什么玩笑！想建造市场，必须先消耗巨量资源，将领地升至5级。以新手领主获得的资源量，就不可能办到啊！是啊，一般能建造市场的，可都是正式领主，甚至正式领主里的老家伙。新手领主内的资源连刨冰都不够，哪有闲钱升级领地啊？你们没见过凌云，确实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被他揍死过一次，可是亲眼看到他手下有上万，甚至可能达到3万数量的骷髅兵啊！3万？你确定你没眼花吧？开什么玩笑！我到现在的兵种数也才60啊！就算我把手上所有资源用来刨冰，撑死也就150，他一个人能有3万？如果是3万骷髅兵帮他外出收集资源，就算能开市场也理所当然吧。确实，新手领主考核每届都会出现战力恐怖的顶尖天才，凌云在他们中算不算最强我不知道，但显然有一点可以肯定，凌云绝对是最富的那一个，这就是史上第1建造市场的含金量。接下来播放亡灵国度市场广告。哼哼，是麦1212，当初我凌云觉醒了最弱的1阶兵种，你们很多人都瞧不起我，但小爷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原谅你们了。我勒个去，还大人不计小人过，太嚣张了！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好像确实能为所欲为。这家伙打个广告还不安你？亡灵国度市场面向所有新手领主开放，我也会售卖一些余裕的资源，造福广大人民群众，先到先得。如果有看我不爽的家伙，爱来不来，
反正市场就我这一个，咱们无处可去。怎么办？那小子也太嚣张了，去吗？当然去啊！出售闲置资源来买对自己有用的资源，怎么看也是稳赚不亏啊！我还想在最终考核多挣点积分，尽量把排名提一提呢。哎呀，嚣张怎么了？有求于人就得忍着呗，谁让人家是大爷呢？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凌云的行为确实会造福所有人，没有不去的理由。目前我在榜上排名第2，将第3名甩开很远的距离，算断崖式领先。毫不夸张地说，新手领主中我是唯一能威胁到他地位的存在，算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刻意针对。昨天探索一处无主空岛时，我找到了这株灵药。灵药这东西虽然稀有，其价值极高，但我也没啥伤残疾病，对我属实是没用。将其卖掉，毫无疑问是最划算的选择。但如果凌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狭隘之辈，到时候处处刁难于我，这灵药我宁可留着。我操！居然建了这么高的城墙，好大的手笔啊！我在领主世界忙活这么多天，可是连个建筑蓝图的屁都没闻到，人家都已经把领地建造的这么好了。而且你们看，城墙上依附的藤蔓也是不得了的东西，谁敢爬墙就是找死。哎，不对，不只是城墙，它居然还有反击类建筑，火焰箭塔。哎，那东西可了不得，一波箭矢落下来就得射死一大片。哎，这意味着谁敢在他领地里捣乱，就等同于找死啊！哎呀，我不能接受啊！同样都是领主，看看人家这领地，再看看咱的。我的领地围了一圈栅栏，就算城防设施了呀，和凌云的一比，简直就是个猪圈。哎呀，人比人气死人啊！哎呀，再看下去自信心都给打击没了，还是赶快看看市场里有什么，毕竟凌云也会售卖一些东西。那可是排行第1新手领主的货呀，不知道会卖出什么好东西。您收到店铺租金870份基础资源，您收到店铺租金630份基础资源，您收到店铺租金920份基础资源，您收到店铺租金。天哪，主人，原来躺着赚钱是真的可以办到的！就这市场才只开发了2个小时，收到的租金就有上万份基础资源，您真是太厉害了，芭芭拉崇拜死您了！所以说嘛，挣钱靠的是脑子，恰巧我脑子还算不错。奸商，主人真是大大的奸商。唉，奥登啊，这拍马屁的本事你可得多向芭芭拉学着点。时间差不多，市场里已经人满为患，我也得开始干活了。哎，看凌云的店铺终于开门了！哎，快去瞅瞅，不知道排行第1能摆出什么好货。哎呦，我先来了，先给我卖。凌云哥哥呀，别忙着摆摊了，快看看人家想要你的联系方式。听说他骷髅兵数量很多，估计为了刨冰，把资源都用光了。就是，他能摆出什么好货？领主世界里最珍贵的资源，无异于冰种宝箱，哪怕只是3阶的，都珍贵无比。他要是能拿出来卖，老娘给他舔鞋，给他当坐骑。快上货呀！是不是没好东西卖了？别浪费哥们时间，还有很多摊位等着哥们逛呢。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但起码可以确定一点，我只是摆了些用不着的破烂罢了。我勒个去！是谁在装逼啊？居然如此耀眼啊！天哪，没眼花吧？都是顶级好货啊！看，好多的装备，不只是兵种装备，还有英雄装备，金铁矿石、秘银，还有石。这些材料随便一个都能换很多基础物资，居然只是被他像堆垃圾一样放着。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我不是在做梦吧？是兵种宝箱，他真的把兵种宝箱拿来卖了。并且是珍贵无比的5阶兵种宝箱啊！那可是5阶兵种宝箱啊！只要买下，就意味着能够拥有一个额外的5阶兵种。大部分人觉醒的初始兵种，可就只有2阶或3阶啊！这意味着如此宝物，足以让任何一个菜鸟摇身一变成为天才，哪怕是天才也能丰富兵种，实力更上一层楼啊！刚才那个说上架兵种宝箱就舔鞋当坐骑的妹子还在吗？还不快兑现承诺啊！老娘说话算数，凌云，你决定一下顺序。先处理鞋，还是先要坐骑啊？滚蛋！你什么水平啊？也配给我家主人当坐骑？真当芭芭拉看不出你是想趁机上位？正好我家主人的骷髅兵还缺不少坐骑，要不
你却给他们当。给骷髅兵当坐骑，就亏你想得出来。让一让，麻烦各位让一让，我要买东西。芊芊，你来了，是要买东西吗？不是，我资源都刨冰用光了，想以物换物。凌云，这个五色灵花你要吗？我想用它换个冰种装备。五色灵花可治疗中度伤势，即便面对无法治疗的伤势，也可产生消除伤痛的效果，效果持续7天。芊芊，你真是太棒了，不愧是和我认识多年，果然知道我最想要什么。那可不，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家小姨的情况，特意费了好大劲儿，专门给你找的呢。这件冰种装备给你，另外再送你一件英雄装备。那我就不客气啦。谁还有疗伤灵药，尽管拿来，我会以高出市场价的资源和你们换。哎呀，如果有的话，我倒是很想换，但问题是没有啊。是啊，灵药虽说对我们这种无伤无病的人没什么作用，但也是个很稀罕的东西啊。一般人哪能找得到？好大的口气，要以高出市场价的资源换。我这里有顶级灵药，功效远比那个五色花强，当然药价也会更高。凌云，你确定能舍得换？看，是当初觉醒6阶初始兵种的顶级天才杨傲天，想不到连他都被吸引过来了。你想要换什么？听说杨傲天进入领主世界后，从未和任何人沟通，每天都在玩命爆肝。是啊，他好像前几天连眼睛都没有合过。哎，他可不只是普通的天才那么简单，还是咱们同界里的最强卷王。天赋异禀不说，还充满了努力与汗水。瞧瞧那黑眼圈，恐怕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超过3个小时吧。这么努力，第1名和手通却还是被凌云获得，真可怜。先看看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资神三尾草，顶级灵药，可治疗重度伤势，生长断指。即便面对无法治疗的伤势，也可产生消除伤痛的效果，效果持续1个月。天哪，断肢都能生长出来，这简直就是神药啊！家里如果有人缺胳膊断腿的，靠这药就能摆脱残疾了。别说伤残人士了，就算是个普通人都想拥有这药，危机时刻完全能用它来保命啊！确实是顶级灵药，难怪杨傲天这么自信。虽然它能生长断肢，功效强悍，但可惜对小姨作用有限。因为小姨的残疾属于特殊伤势，属于领主世界规则的诅咒，想要彻底治愈，唯有找到领主之心，获得重回领主世界的资格。但即便如此，哪怕只能消除小姨1个月的伤痛，我必不可能错过。你想要什么来换？我要你店内的一切。什么？居然要店里的一切？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不过讲道理，那可是能保命的神药啊，药价再高也能理解。毕竟小命比什么都重要。凌云，你可敢用店内的一切和我交换？为什么不敢？哎呀，凌云你傻呀？难道不知道杨傲天就是目前积分榜仅次于你的排名第2？排名第2？这我还真不知道。每天光顾着思考怎么搜刮资源了，早就忘记了看榜单这回事。凌云，我知道你小姨对你很重要，但这药的价值主要在生长断肢，你就算买回去，除了发挥止痛效果，毫无任何用处啊！对你而言，性价比太低了。况且退1万步来说，哪怕你愿意卖，也绝对不能卖给杨傲天。新手领主考核排名很重要，第1名的奖励之丰厚，更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远比资神三尾草重要多了。一旦你把东西都给了杨傲天，到时候他很可能利用你的资源反过来超越你，拿下第1的最终排名。对你来说，他可是最大的威胁啊！确实如他所说，我就是现在唯一能威胁到你地位的存在。就问你敢不敢换？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这小子绝对不敢。会换吗？凌云真的会换吗？那可是一整个店铺的全部资源啊！换做我绝对舍不得。没什么比第1更重要。不就一个店铺的资源吗？和我亲人比起来，连个屁都算不上。多大点事儿，我换了。什么？他居然真敢换？开什么玩笑啊！他居然要把如此巨量珍贵的资源换给一个唯一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究竟是傻，还是另有别的考虑？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凌云为了能超越我杨傲天拿到第1，这一路上定是充满了努力与汗水，不知吃了多少苦。如今你居然愿意冒着巨大风险，用整个店铺的资源去换一个对实力毫无用处的灵药。凌云，我杨傲天敬你是条汉子，换的是我，绝对不可能答应。如此气量，我杨傲天甘拜下风。什么气量不气量，不过是一场交易，你们一个个的反应也太大了。麻溜拿东西走人。我知道了。哎呀，
凌云店里的东西都被清空了，没必要再待着了。哎，都散了吧，逛逛别的店铺。哎呀，你怎么不听劝呢？真是气死我了！资源没了，可以再找，但这顶级灵药一旦错过，真就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了。不过，你既然这么担心我的排名，那我就顺便看看杨傲天什么水平。哼，还以为多厉害，我积分都快赶上他2倍了。想超我，他还是多加把劲吧。夏国赛区公告：最终阶段考核即将开启。哎，看，又有夏国赛区公告了。这个时间点发布，难道？夏国赛区公告：最终阶段考核怪物工程即将开启。期间，新手领主领地将遭受怪物连续进攻，共计100波。领地核心被摧毁者或主动举白旗投降者，怪物将停止进攻，同时考核结束。抵挡波数越多者成绩越高，并结合积分排名得出本次考核最终排名。累计抵挡20波怪物者视为通过考核，不足者将视作考核失败，永久禁止再踏入领主世界。48小时后，第1波怪物将降临至领地，请全体领主做好准备。时间过得好快啊！考核要进入最终阶段了，一旦失败，我们这辈子都会丧失成为领主的资格，做一辈子的普通人。哎，兄弟们，我好紧张啊，怎么办？我手底下才100多个兵种，怕是无法通过了。哎呀，如果通关不了，我将怎么面对我的母亲啊？她一把屎一把尿，辛辛苦苦的把我喂大。伟大是什么鬼啊？那还不赶快趁着现在，尽可能多的积蓄力量。对呀，就剩下48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趁此期间，我们得尽可能多的爆兵，还得建造泥墙防御。总之，先把多余资源处理掉，时间不等人。凌云，我也去忙了，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终于到了这个时刻，完成新手考核，我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小姨，等着我给你的惊喜吧。主人，经过这2天的准备，我们已经扫光大陆1半的资源。如果时间能再多一些，将整个大陆扫光都不成问题。倒也没必要，大陆上1半的资源，再加上之前市场上收到的租金，已经够我们用了。开始吧，我在新手考核之前的最后一波爆兵，所有资源兑换为金币，生产兵种。怪物攻城开始，请全体领主准备迎战。主人，城墙外开始出现大量怪物。终于要开始了，走，我倒要看看那些怪物们要怎么攻打我的领地。主人，这些怪物好像比芭芭拉想象中要弱得多，连城墙皮都蹭不掉。共有100波呢，眼下只是由史莱姆组成的第1波怪物，波数越往后，来袭的怪物就会越厉害，不能掉以轻心。今天也会是考核的最后一天，小姨应该已经在出口等我了吧？小云，一定不要逞强，不要受伤，就算做个平凡的普通人又如何？小姨会养你一辈子。最危险的怪物攻城已经开始了，各位教师们务必监测好战场，以免意外发生。是。去市场交易过的我，可是变强了很多。无论如何也要通过考核，成为正式领主。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怎么总感觉今年的新手领主们资源都挺充足的，比往年要强很多。院长，我查看公告记录，发现今年有一个小家伙取得了不得了的成绩，不但拿下初始岛屿和副本首通，甚至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市场建造。靠着市场里的相互交易，让很多新手领主们获得增强。同时拿下初始岛屿和副本首通的天才虽然少见，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但建造市场可就太夸张了，毕竟新手领主们普遍资源紧张，哪儿经得起那么霍霍？哎，那小家伙是谁？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霸凌云。居然是他！真是想不到呀！明明他的初始兵种是最弱的1阶骷髅兵，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不清楚，毕竟我们能检测到的内容有限。那小子应该是获得了什么奇遇。不说建造市场，仅仅是只靠着一阶初始兵种就拿下双手通，这是历届新手领主无一人能做到的。把画面给我切到凌云那边，让我看看他是怎么个情况。是，院长稍等，切屏需要点时间。好，哎，等等，我好像看到了两个不错的小家伙。跳舞兔们，狠狠的揍！这个林浅浅不错，居然拥有上百只4阶跳舞兔，还带了对应的兵种装备，是个可造之才。还有杨傲天，平日里无论学习训练都极为刻苦，很不错的一个孩子。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太高傲了一些。第6波怪物已经被我解决，就是不知林玉那边情况如何，估计和我不相上下，甚至可能多我1、2波吧。毕竟他是我杨傲天认可的男人，有资格与我竞争。什么？20波？开什么玩笑啊！你小子是不是他妈开挂了呀？冷静，我必须冷静。林云能达到如此成绩，显然是拼了命的在杀怪。不得不承认，他是个比我还努力、比我还倔的男人。我也要像他一样，挥洒努力与汗水，并最终超越他。居然让性格高傲的杨傲天如此推崇，想必凌云在这次考核中比他还努力刻苦。将画面切到凌云这边吧，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他的勤奋。是。哎，这就20波了，怪物工程远比想象中还要轻松啊！好小子，他是在考核还是度假呀？有这么玩的吗？就这还努力于汗水，他努力个屁了，分明就是在躺平。但是人家目前躺出了个排行第1，而且院长，你仔细看他的领地，和别的新手领主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城防配置，别说新手领主，就是很多正式领主都未必拥有啊！好家伙，建筑蓝图爆率极低，就算他运气再逆天，也不可能有俩呀。那小子，该不会是把180个新手领主给洗劫了吧？主人，需要掏耳朵吗？哎，别闹，怪物工程呢？这么严肃的场合，怎么能掏耳朵呢？怪不像样，按摩按摩头就行。是，主人。主人，风力够吗？要不要奥登再使大点劲？不用，这力道正好。对了，奥登，战况怎么样了？主人，第37波怪物已经被清退，城墙耐久度已经被消耗300点，还剩199700点。眼下第38波怪物正在向城墙靠近。什么？居然消耗我300点城墙耐久度？看来35波以后的怪物还算有那么一丁点实力。芭芭拉，祭坛那边怎么样？主人，刨冰已经完成。您目前拥有1阶骷髅兵9万，5阶亡灵法师7000，6阶亡灵骑士5000，总计10万2千兵种。就这么等着怪物袭击也没意思，我屁股都坐痒了。立刻打开城门，全体出动，咱们主动去袭击那些怪物。全军出击，给我上！灭了那些怪物！天哪，这是何等数量的骷髅兵，绝对上万了！上万？开什么玩笑！
粗略估计得超过5万，甚至达到8万、9万的数量。而且更可怕的是，这些骷髅兵都拥有黄金级兵种装备，而且还是2件，实际战力根本不能以1阶来算呢。是呀，哪怕只论单兵作战能力，这些骷髅兵已经不比任何4阶兵种差。哪怕是极其优秀的学员，这个时期4阶兵种的数量也不可能超过200，而凌云居然有将近9万。毫不夸张地说，单靠这些骷髅兵，这都足以碾压新手领主考核期间的任何怪物。不止如此，他还拥有2位亡灵族英雄，和他的兵种完美适配，非但能帮他统帅兵种，甚至还可以对他贴身保护。如此，就算有怪物想尝试斩杀领主，也根本不可能做到。院长，其实从城门里出来的骷髅兵，貌似只是他最弱、最低阶的兵种，后面还有很多5阶亡灵法师以及6阶骷髅骑士，并且这2种怪物的数量，目测达到至少5000。开什么玩笑！这小子的实力也未免太夸张了。这是新手职业者能办到的，我怎么就那么不敢相信呢？说实话，单看凌云已经展现的实力，就算是身为老师的我也比不过呀。别说你们，就算我这个院长进入领主世界，领地实力也未必能和他相比呀。说实话，凌云目前的水平已经完全不属于新手领主层次了。就这兵种数量和质量，哪怕是正式领主，也没多少能与他抗衡。我们学院真是出了个了不得的家伙呀！事到如今，不管他折腾出什么，我都不会惊讶了。院长，出状况了！凌云的兵种已经堵住怪物出生的魔法阵，是要反过来把怪物超给灭光啊！不错，就是这样。凭什么咱们得等怪物进攻，守住怪物的出生点，出来一个砍死一个？我看他们还怎么攻城。主人真是太强了。说实在的，要不是传送阵处于无敌状态，我真想把它给一块拆。第80波怪物来袭，请做好迎战准备。什么情况？出生点都被我围住了，这些怪物都从哪儿来的？主人，又出现了多处魔法阵，怪物应该是从那里出生。目前共有10处魔法阵作为怪物出生地，并且新生的怪物实力都很强。看来终于要碰上硬茬子了，有意思。全体骷髅兵分为10队，给我镇压所有魔法阵。主人，这一波怪物仿佛有了质变，实力远超之前。骷髅兵已经损失3000只。所有骷髅兵举盾，进入防守姿态。所有亡灵法师集中施法，使用黑岩法球密集攻击，并将怪物尸体复活为亡灵，抵挡在最前线，给骷髅兵们做肉盾。不好了，主人，怪物里也有擅长远程攻击的存在，他们在盯着亡灵法师进攻。擅长远程攻击的怪物并不少见，但他们往往都会傻乎乎地将技能打在站位最靠前的骷髅兵身上，而这波怪物居然还懂得切后排，看来智商提升了不少，我也得认真些了。奥登率领1000亡灵骑士从怪物侧方突击，冲烂他们的后排。上！这小子的进度终于慢下来了。怪物强度是一波强于一波，每隔10波还会有一次大幅度提升，并增加怪物生成点。他都碾压到80波了，确实该有点压力了。如此速度，已经超越历届最强的新手领主了吧？是啊，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开始下意识拿他和历届最强的新手领主做比较。毕竟和他同届的已经无人配与他相比，就是不知他最终能扛住多少波怪物袭击。凌云已经陷入苦战，一时半会儿估计难以突破。而且我们有些太专注于看凌云的表现了，别的新手领主们也很重要，看看他们的情况吧。是，开始切屏。夏国赛区新手领主李默考核失败。夏国赛区新手领主张安然考核失败。夏国赛区新手领主孙铁考核失败。院长，
目前已经有80%的领主结束考核，大多都在25波左右开始举白旗投降，只有少数坚持到了40层。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毕竟像凌云这样靠着数量和质量碾压怪物的，这是历史上都少见的特例。大部分新手领主都会使用取巧的手段，毕竟怪物生成是有机制的，只有当上一波怪物全部死亡，下一波怪物才会出现。新手领主利用自己的兵种将一个怪物围堵，然后别的怪物则躺着或者是坐着休息，所以几乎每个新手领主都会选择将当前波次怪物杀的只剩下少数时，将其围堵起来，围而不攻，以此大幅度延长下一波怪物生成时间。趁这期间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兵种充分休息，以恢复状态到最佳状态，应对下一波攻击。当然，怪物工程是有时间限制的，只持续1天，所以如何合理分配休息时间也很重要。院长，这是目前顶尖新手领主们的排名，除凌云外最高的杨傲天已经抵御71波怪物袭击。71波已经是很优秀的成绩了，如果没有凌云的话，今年的第一肯定是杨傲天的，但可惜没有如果。你们说凌云有可能打破我们夏国赛区怪物工程的历史记录吗？打破是不可能的，最多持平。为什么？我倒是觉得凌云大概率会破纪录，毕竟他已经做到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了。但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历史最高纪录是90波，但凌云在80波就已经陷入苦战。我猜他可能后继乏力，所以他应该最多持平纪录，不可能打破。夏国赛区公告：新手领主凌云成功抵御第90波怪物攻城，打破华夏赛区纪录。什么？怎么可能？他刚刚不是还在苦战吗？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我正在查。清理了80波怪物后，凌云改变了战术，使用骷髅兵分别围堵10处魔法阵，防止有任何怪物生成后逃离。随后，他让7000个5阶亡灵法师分成20组，轮流对魔法阵进行火力覆盖。怪物刚生成，还没等露头，就被亡灵法师给炸死了。还能这么玩？不止如此，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凌云还上了第3层保险。他家亡灵骑士也分成诸多小队在周围巡逻，哪怕偶尔有1-2个怪物侥幸逃出火力覆盖圈和包围圈，还没等进行攻击，就被巡逻的亡灵骑士给撞死了。并且凌云的速度还在快速提升，击杀的怪物波数越来越多，已经消灭了98波怪物了。难道他真的有可能抵御全部100波怪物工程？不可能，这在世界史上都从未出现过，是任何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情况。可他已经突破世界纪录了，而且他的速度不降反增，已经达到99波了。如果他真能做到，意味着潜力无限，足以被任何势力抢破头。只要不夭折，将来的他甚至能成为我们夏国的守护神呢！啥情况呀？都这么久了，怎么考核还没结束？对呀，放在往年早就完事儿了。难道是有人在怪物工程突破新纪录？有可能，毕竟只有所有新手领主都通过考核，通道才会打开。不知道今年破纪录的会是谁呢？管他呢，反正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觉醒最弱1阶骷髅兵的小子凌云。那件事已经传疯了，他参加新手考核就是去凑数的，现在指不定复活几次了呢。就是呀，如果真是他破纪录，老子倒立吃屎！你们这些家伙太过分了！啊，怎么，刘嫣然，别人说点实话你还不让了？凌云那小废物全靠你这个饭馆服务员来养。哎呀，这日子也太艰难了。要不你还是从了我吧，当了老子的小老婆，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不然除了老子，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残废呀？小鱼才不是废物，你再敢侮辱他，我跟你拼命！滚！那就拭目以待了。哎呀，等他没通过考核，灰溜溜的滚回来，我看你柳嫣然还拿什么来应急？快了，第99波怪物已死，只剩最后一波，范围影响马上就要结束了。骷髅兵们，
一定要堵死魔法阵，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主人 ，BOSS 出现了，骷髅兵们根本挡不住啊！啊，啥玩意儿？幻武工程还有 BOSS，压根没听说过呀！看来有个不得了的家伙要出现了。警告！警告！第100波怪物 BOSS 地狱三头犬出现。我勒个去！原来怪物工程也是有 BOSS 的，根本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就对了，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抵抗到这一波。就算让我们进去参加考核，也不可能做得到。800万生命值啊，4500的伤害，这属性也太可怕了，我根本想象不出要怎么打呀！糟了，那可是7阶 BOSS 地狱三头犬呀！即便放在领主世界深处，都是了不得的 BOSS。得多个正式领主合力围剿，并付出大代价，才有可能歼灭。就算凌云再强，也不可能赢啊！怎么办？要强行终止考核吗？看凌云的样子，根本就没打算投降。一旦他阵亡，将失去一切兵种和英雄，再无崛起的可能。而我们夏国，也将失去一个珍贵的未来守护神啊！不行，还有别的几十几百万新手领主呢，中断考核也会牺牲他们的成绩，不能因为凌云一个人毁了所有新手领主的未来。凌云呀，算我求你，赶快举白旗投降！你的成绩已经是前无古人，以后也几乎不可能有来者。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价值，没必要冒险去搏那最后一波呀！哎呀，快投降，快投降！哎呀，求你了，快投降啊！不好了，院长，凌云指挥着骷髅兵冲上去了！啊！骷髅兵们，给我冲！怕锤子！生命值再多又如何？我骷髅兵的数量可是有9万，每个骷髅兵一刀下去，能造成90点伤害。再次启用小刀划屁股战术，一人一刀砍不死开灵盘。不行啊，主人，小刀划屁股战术不顶用，骷髅兵没等靠近，就被一巴掌呼死一大片。这里还是看我的亡灵法师。你要见效？什么？芭芭拉，你傻呀！一波打不死他。地狱三头犬的仇恨值会锁定在身为统帅的你身上，你个脆皮小女妖哪能扛得住？抱歉，主人。哎呀，不行啊！连凌云都被打得乱窜，谁也不可能处理这地狱三头犬。骷髅兵在地狱三头犬面前跟纸糊的一样啊！凌云，快投降啊！他真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不要慌，你们仔细看清楚了。从始至终，凌云的神情都极为淡定。如果我猜的没错，他恐怕已经想到了破局之法。主人，快投降吧！地狱三头犬实在太强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他。芭芭拉不希望主人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哼，不用慌，如果只是强攻硬干，确实赢不了。但我们可以用战术。一直以来，我之所以不使用任何战术，并非是因为不会，而是没必要。既然这地狱三头犬如此不识抬举，我也该给他见识一下何为智慧。奥登，你和你手下的亡灵骑士都皮糙肉厚，至少能扛得住地狱三头犬的一次攻击，意味着有足够的容错率。我现在命令你带领500亡灵骑士，给我去狠狠的干他！是，主人。亡灵冲锋！奥登，现在地狱三头犬的仇恨值已经锁定在你身上，立刻绕着城墙逃跑。是，主人。原来如此，让机动性最强的亡灵骑士吸引仇恨，拉着地狱三头犬进入火焰箭塔攻击范围，利用火焰箭塔来反击。没错，火焰箭塔只是建筑，不会吸引仇恨。地狱三头犬的仇恨会一直锁定奥登，从而被火焰箭塔射爆，并且长时间的追逐会极大消耗地狱三头犬的体力。这就是我刚想出来的应对之法，其名遛狗战术。
很好，地狱三头犬的体力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就是现在。芭芭拉，让所有亡灵法师发自攻击，专门瞄准地狱三头犬的爪子，把它四肢给我废掉。是，主人。就是现在，地狱三头犬已经无法动弹，骷髅兵全体出击，用你们的小刀狠狠划他的屁，给他开开眼。亡灵法师和亡灵骑士也一起出击，干死他！夏国赛区公告：新手领主凌云击败地狱三头犬，抵挡100波怪物攻城，打破历史记录，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怪物攻城的新手领主，获得超神级评分，将获得超神级奖励。本次夏国赛区新手领主考核正式结束，3分钟后，全体领主将传送离开领主世界，请做好准备。做到了，凌云他真的做到了！哇，真是漂亮的战术布置，利用了包括城防设施、所有兵种、英雄等一切资源，有惊无险，成功击败了地狱三头犬。天才，凌云就是当之无愧的史上第一天才，史上第一新手领主。事关重大，凌云的成绩远超任何人想象。我立刻联系军区，绝对不能让他被别的势力挖走。我的天哪！凌云居然通过100波了！妈妈，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厉害，太厉害了！他简直就是我的偶像。而且这次多亏了凌云的市场，我们通过交易让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才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成绩。是啊，否则我在20波的时候就已经得投降了，根本不可能通过考核。凌云就是神啊，是我们的恩人。从此以后，他就是我们的云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报答他。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我还真有方法报答他。没有凌云的资源，我不可能撑到81个。他也是我的恩人，如果有办法报恩，我杨傲天义不容辞。我要参与，我要参与。只要是云哥有需要，我们绝对义不容辞。对，义不容辞，义不容辞。主人，一定要走吗？芭芭拉希望你永远留在领主世界，毕竟芭芭拉和兵主们都无法随你离开，会想念你的。放心，过几天我就会回来，就当我放了个假，回家一趟。芭芭拉会期待你的返回。小鱼，小鱼，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千万不要有事。小姨，放心吧，小姨，我健康着呢。太好了，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小姨最怕的就是你像小姨一样落下残疾。哟，这就是那个废物凌云啊！哎，看他的模样，一定是没有通过考核吧？柳嫣然，只要你答应当老子的小老婆，老子愿意连带着这个小废物一起养活。小姨，这肥猪哪来的？小鱼，你别乱说，那家伙仗着有点小钱，嚣张跋扈的很。我们不理他就是，快回家吧。你他妈叫谁肥猪呢？有种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老子不打断你的狗腿，把你打成和柳嫣然一样的残废！王哥不要啊！小鱼还只是小孩子，不懂事，您就饶他一次吧。饶他？切，倒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你柳嫣然肯让老子爽爽。你的嘴太脏了，正好用血清洗一下。小子，找死！小鱼，小心！小姨，你放心吧，凭他还不是我对手。什么？哼，领主世界里，领主等级升级后还有个额外，就是可以强化领主本身战。而我的领地早就到达5级，意味着我已经是5级领主，像这样的普通人来100个也轻松干。大哥，我错了，我认真再也不改了，求求你饶了我这只肥猪吧！小鱼，再打下去会闹出人命的。
小子，你给我等着，我指定给你好果子吃！有意思，看来即便离开领主世界，也不会缺乐子。小云，我们回家。小姨，儿子怎么样了？通过考核了吗？你最终排名是多少啊？对了，你们在里面待了那么久，是不是有人破纪录了？那个破纪录的人是谁啊？我们在外面，不知道你们领主世界里的情况。破了，记录真的破了！有人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也一定没有来者的记录，抵御了100波废物构成。天哪，100波，太厉害了！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天才，他是谁啊？儿子，你有没有和他搞好关系啊？嘿嘿，他就是我云哥凌云，我受了他不小的帮助呢。什么？居然是凌云，就是那个觉醒1阶骷髅边的凌云！天哪，就算打死我，也想不到居然真的会是他。我记得之前可有人说过啊，如果凌云破纪录，他倒立吃屎，那个家伙哪儿去了啊？哎呀，大男人敢做敢当，快出来兑现承诺！先说好，你想吃谁的啊？哥们，保证量足管饱。就是，快给大家表演一个。哎呦，还想跑？哎呀，快来兑现承诺！快开始吧。不要！求求你们放了我！不要啊！小姨，这次考核我……小云，你不要有压力哦，就算失败也没关系，你的人生还很长呢。估计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眼见为实吧。小姨，你当年也是正式领主，应该不会不认识这东西吧？领主令牌，只要通过新手领主考核，就能自动获得。小云，你居然真的通过了，太好了！以后不用像小姨这样过着操劳的人生，踏上领主之路的你，未来将拥有更多可能。对了，小姨，你怎么不问我最终排名如何？我可是拿了第1哦，最终评分超神级。瞎说什么呢？小姨又不是没做过领主，世上哪有什么超神级？最高也就 SSS 级，就知道逗小姨开心。好吧，反正要不了多久，新闻上就会报道，到时候你就知道。对了，小姨，我还获得这2个灵药，可以缓解你的伤痛，快去用了吧。五色灵花和资神三味草，这可都是很厉害的灵药啊！小云，你怎么得到的？难道是抢劫了别的新手领主？小姨，你就别瞎想了，我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强很多。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好吗？我家小云长大了，懂事了，那小姨以后就依靠你了。小姨，药水准备好了，来试试吧。小姨，快试试吧。小姨，水温稍微有点高，你忍忍。我的天，好软，好弹。只是比腿的话，女妖芭芭拉都得略逊小姨一筹。小姨，为了加快药效修复，我需要给你做一下腿部按摩。如果力道不合适，你记得说一声。小姨，是力道太大了吗？没，是太舒服了。小姨有点没忍住，你继续吧。小姨，灵药虽好，但只能做到一时缓解。等我下次回来的时候，一定会为你找到领主之心，让你重返领主世界。能被你这么关心，小姨已经很知足了。领主之心太过稀少，千万不要勉强。如果你出了个3长2短，小姨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变强，成为厉害的一方领主。如果不能治愈小姨，变得再厉害又有什么用？相信我，小姨，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好，小姨相信你，但你一定要将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药效不错，小姨终于不用再忍受剧痛折磨，我也能安心休息了。按照往年惯例，明天就要开始各方势力的抢人大战了。不知道他们为了拉拢我，会开出什么条件？什么情况？大早上的这么吵，难道是抢人大战开始了？不至于吧？真要拉拢人，
小云，你接着休息，交给小姨来解决。凌云那个小废物呢？老子来宰你来了，还不快跪下磕头！哼，你还真是没吃过苦头啊！哼，小子，我承认你很能打，但是你能打有个屁用啊！出来混是要讲势力的。行，正好来个大扫除，一块儿解决了吧。大哥，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这太能打了吧！你们带着刀具来干嘛？找凌云同学的麻烦？爵爷，您怎么来了？我就是来串个门的。这刀是路边捡的，正好准备卖废铁。抓回去，关个10年8年。是。不要啊！我的人生，我的青春啊！走，老实点。凌云同学，我们想和你谈谈。凌云同学，我叫萧磊，隶属于夏国军方。首先恭喜你拿下此次考核第1，达成史无前例的超神级评价。还真有超神级啊！虽然昨天看见小鱼拿出灵药，我就隐约意识到他可能真是第1，但没想到世上居然还真的存在超神级评价。天哪，他究竟在领主世界做了什么？凌云同学，能出现你这样的天才，属实是我们学院的幸运。你的名字呀，已经被记录到荣誉榜，未来的学子会以你为榜样，向你学习。是哥姐，是我先进门的。你胡说，明明是我先的。你们几个大男人就不能让一让我这个女人吗？让我先进。那是士官中的傻子才跟你玩什么女士优先呢？他们是各大联盟家族势力之人，想必是来拉拢你的。听听他们的条件，对你也有好处。请进。萧磊将军，好快的动作！每年都比我们先到一步。凌云的成绩远超往年最强新手领主太多，这次拉拢一定会很激烈，我得把握先机啊！凌云同学，我们龙魂联盟邀请你加入，给你提供300万基础资源。300万基础资源算个屁啊！我们狂战联盟在此基础上还会给你额外10件钻石级英雄装备。我们李家会给你3个6阶兵种以及1000份稀有资源。我们黑虎联盟的剑术蓝图任你挑选。等一下，咱讲究个先来后到啊！等我提完条件，你们再继续吧。凌云，我们会为你提供1000万份基础资源以及7阶兵种、3枚英灵殿令牌等支持。3枚英灵殿令牌，我的天，不愧是军方，出手也太阔绰了！不仅给7阶兵种，还给3个英灵殿令牌，意味着直接给3位英雄啊！如此条件已经超越任何一届新手领主第1，就算是军方底蕴雄厚，也绝对是下了血本啊！凌云，你想选哪个？不好意思，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不想加入任何势力。凌云同学，如果你对我军方的条件不满意，可以尽管提，我会给你申请更多资源。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保护夏国。凌云的潜力实在是太大，只要成长途中不嗝屁，未来必将成为夏国守护神。不是条件问题，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加入任何势力。各位再怎么劝说也无用，还是请回吧。加入联盟，我的天赋很可能暴露，而且我暴兵无上限这一特性，使我无需和任何势力抱团取暖。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确实没办法了。可惜呀，凌云同学，其实我们军方向你发出邀请，并不只是想让你加入，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保护你。你可能不清楚，领主世界深处和外围完全不同，里面充满了各国势力交战的战役，而我夏国因为资源丰富、文明先进，早已被诸多国家盯上，他们恨不得每人从我们夏国咬下一口肉来。像你这样的天才属于他们猎杀目标，很容易遭到袭击，所以我们军方才希望你能够加入，方便我们保护。哪怕如今你拒绝了我，我们军方还是想尽可能为你提供保护。这份储存卡请你收下，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小礼物，里面有1枚令牌和一些资源，只要你遇到任何危险，都能靠令牌向我们寻求保护。谢谢萧将军，军方的恩情我凌云一定会谨记。那我们就不打扰了，3天后传送门会再度开启，到时候可别忘了进入领主世界。只剩3天了吗？正好，我也想回去领主世界，看看超神级评分叠加最终排名第1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看，他就是传说中的凌云，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小帅哥，快看过来，人家想给你生猴子。小云，
进入里面切记不要冒险，安全第一，知道吗？小姨，你放心吧，灵药持续时间有限，一旦药效消失，小姨又会陷入疼痛折磨，一定要尽快找到领主之心，彻底治愈小姨。嚯，我不是走错地方了吧？这还是我的领地吗？当然是。主人离开的期间，我们让手下兵种帮忙狠狠地把领地修整了一番。毕竟主人已经是很厉害的领主呢，怎么还能像以前一样住在个小破屋里？而且原本的床也太小了，芭芭拉担心主人施展不开。完了，我怎么感觉早晚要被榨干呢？总之，先看看我的奖励吧。恭喜您成为正式领主。由于您在怪物工程达成超神级评级，最终总成绩位列第一，特此得到以下奖励：1000万份基础资源、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神话级英雄装备、神话级兵种装备、7阶兵种宝箱、100万份万能材料。天哪，1000万份基础资源，如果全部转化为金币，意味着我能召唤5000万只骷髅兵，想想就刺激啊！不行，我得冷静，凭我现在的领地大小，还真装不下那么多骷髅兵，更何况兵种之间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出最高战力。单一兵种太容易被针对了，先打开宝箱，看看神话级装备是个什么样吧。您获得了神话级英雄装备嗜血之伞，您获得了神话级兵种装备诅咒王冠。好东西，都是极品的好东西啊！诅咒王冠单是增加的生命值都能让脆皮亡灵法师变成大肉坨，更别说伤害增幅还极高，简直完美适配。有了它，再也不用担心火力不足，更不用担心亡灵法师被激活了。嗜血之伞的效果更是夸张，非但能为攻击附带100%伤害，还能积攒血气，发动超强攻击。可惜只有血巫师才能佩戴，和芭芭拉的职业不契合，不然真想给芭芭拉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了，这种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看这名字的意思，难道他能召唤的不是英雄，而是英雄王？总之先试试。您使用了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是否开始召唤？是。请选择您召唤的英雄种族以及英雄职业。原来定向是这么个意思，除种族外，还能定向选择英雄职业。种族肯定得是亡灵，至于职业，正好我的嗜血之伞无英雄能用，就选血巫师吧。您选择了亡灵种族，血巫师职业，接下来为您召唤英雄王。血族公主薇薇安，见过领主大人。好家伙，还真召唤了个英雄王出来！非但属性值碾压别的英雄，甚至还额外附带一个天赋技能，并且更过分的是，那个天赋技能居然还无上限，意味着他能无限成长变强。至于这职业，薇薇安，你是吸血鬼吗？不，我是尊贵的血族，不能与吸血鬼混为一谈。吸血鬼会吸食任何生物的血液，而我们血族只会吸收心爱之人的血液。当然，一些别的什么液体，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哦。啊，好，我知道了。总之，这嗜血之伞和你很适配，就交给你了。天哪，居然是神话级装备！主人真是太宠爱薇薇安了，请让薇薇安回应主人的宠爱吧。打住！你要干什么？你是谁？敢坏本公主的好事？我叫芭芭拉，是领主夫人，怎么就不敢了？所以说，这领主夫人到底是谁封的？就你还领主夫人，不会是你自封的吧？你管我谁封的？反正我就是，主人每晚都是我陪寝的。那是之前，有了本公主后，
主人就不需要你陪了。不要吵架，我们要以和为贵。尊贵的英雄王阁下，请允许我做自我介绍。我叫奥登，我是……别介绍了，一看你就是个跑腿的。没你这个跑腿的说话的份儿。哼，要不我们比试比试，看谁更有资格当领主夫人。啊！芭芭拉，你敢不敢和本公主比？比就比，主人一定会选我的。等等，你们吵架别把我也带上啊！到底想比什么啊？说起来，也就只有那个最合适了吧。当然，没有别的选择。你们要干什么？住手啊！天哪，不是要我命吗？主人，大晚上的您不睡觉，是要去哪儿啊？偷跑可是不允许的哦。可恶，看来我只能用绝招了。到最后，比试以平局收场。要不是我昨晚急中生智，疯狂提升领地等级，肉身得到大幅度增强，还真不一定顶得住啊。现在的我已经是10级领主，虽说战力比英雄差一些，但打1800个普通人还是不成问题。毕竟，除非兵种死绝，否则领主一般不用亲自动手。能达到这种属性值，已经很夸张了。继续干回正事儿，开启最后一个宝箱吧。您开启了7阶兵种宝箱，获得7阶兵种火烈鸟。兵种转换。您对7阶兵种火烈鸟使用了亡灵转换，转换成功，您获得7阶亡灵兵种吸血鬼。飞行兵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虽然属性值连6阶的亡灵骑士都不如，但它能飞啊！要知道，大部分兵种都只能腿着走，射程还很有限，在飞行兵种面前只是个活靶子。而且飞行兵种还能无视地形作战，并有着极强的侦察能力。毫不夸张地说，飞行兵种就是所有兵种里最强的。像这样的兵种，如果属性值还高，那还让不让别人活啊？您建造了吸血鬼祭坛。好家伙，生产一个吸血鬼的价格够造6个亡灵骑士或3000个骷髅兵了。薇薇安，以后吸血鬼兵种交给你来统领。是，主人。在前往领主世界深处之前，开始最后一次的刨冰吧。出发，前往领主世界深处。居然碰到了夏国的领主，而且看传送光芒，明显是从领主世界外围传送来的，绝对是刚成为正式领主不久。像这样的软柿子，我最喜欢你了，思密达。灵机一动，杀死夏国正式领主，夺走他的一切，世界是我大高丽帝国的。怎么回事？主人，我们领地遭受棒子国领主袭击。遇袭？这么快？是下夏国领主，立刻跪下，身上一剑，赶紧痛快思密达！小小夏国，搞笑。宗主公大人饶命！我愿意向你臣服，成为你的附属领主，像古代一样为你提供美女和资源。饶命啊！饶命啊！思密达！主人，这……我这就给您提示，献上最高诚意。滚！就这种玩意儿，给我当狗都嫌浪费粮食，杀光，一个不留。
薇薇安，主人，薇薇安，带领1000吸血鬼去领地外侦查，告诉我周边情况。是，我的主人。主人，为什么不接受他的臣服呢？原因很简单，你也看到他那欺软怕硬的嘴脸，指不定哪天背后捅刀子。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可以臣服，狗不行。主人，万里之内，我发现到很多领地，而且他们领地不远处还有大量被毁灭核心的领地。看建筑样式，都属于夏国领地。看领地残骸的用料，想必是用低级材料建造的城防设施。如果薇薇安猜的不错，被灭亡的都是刚成为正式领主不久的夏国新手领主。原来如此，是那些国家的领主刻意针对，他们知道这附近是夏国新生代正式领主的传送点，所以埋伏在这里袭击，而且还是多国联手，派出成为正式领主多年的老手，针对我夏国的新生代领主，真是一群不要脸的狗东西。法布拉，报兵情况如何？主人，报兵已完成。目前我们有骷髅兵110万，亡灵法师16000，亡灵骑士11000，吸血鬼1500。薇薇安，你觉得我们领地的实力和你看到的那些领地比，属于什么水平？无敌！领地一动，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出征！你这邪恶的恶魔，应当被恒河水净化！你敢侵犯我的领地，一国爸爸，我制裁你的！薇薇安，万里区域内，别国领地还剩多少？主人，经过这1个月的出征，大部分领地已经被我们毁灭，就是可惜少部分领主看情况不对跑路了。哦，主人，东边不远处有一个夏国领主遭到樱花国领主袭击，遇袭的夏国领主好像和您一样，也是刚成为正式领主没多久，目前情况很不妙。改变方向，救人！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明明都已经成为正式领主多年，居然还对我这个新手领主搞偷袭！八个，只有强者才能拥有一切，你们就只能被我们践踏！跪下，当我的狗，我决定饶你一命！老子就算死，也不会让你们侮辱！呀！什么情况？地震！骷髅兵，难道是？真输了，真吃了！不可能！就算伊古蝶那里，也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领主啊！云哥，真的是云哥！你刚才说要谁当狗？伟大的强者，请接受我没穿裤衩的跪拜，能为您当狗是我无上的荣幸，请您收了我吧！我听到你刚才还说什么践踏，正好，我的兵种很擅长这个。如果你接受他们的践踏，还不变成肉泥，我可以允许你当条狗。亡灵骑士，上！使用技能亡灵践踏。要死！真的会死的！他们的！抱歉，云哥，我房子因为战斗被毁了，只能委屈您将就一下。没事，我不挑，
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云哥，是我没出息。其实我原本是想和别的同学给你一个惊喜，用来报恩的，结果没想到半路被截胡了。惊喜？云哥，你可能没把这当回事儿。其实当初多亏你建造的市场，让很多新手领主实力得到增强，在最终考核中拿到高于预期的成绩，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你，想给你报恩。于是回到原本世界后，林浅浅带头联系大伙，说他得到一份特殊地图，地图里就有报恩的机会。他将地点坐标发给了我们，让我们进入领主世界深处后汇合，一起行动。报恩地图地点？林浅浅到底想干什么？我怎么有点搞不懂？林浅浅她找到了领主之心的下落。你说什么？领主之心？就是那个能让被逐出领主世界的领主重返领主世界的领主之心？没错，林浅浅早就知道你想要治愈亲人，领主之心是唯一的方法，所以一直想帮你找到。正好因为你的帮助，他在新手考核取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受到了多方势力的拉拢。才以领主之心下落为条件，加入了其中一方势力，才获得地图。地图上记载了领主世界深处的一处偏僻大陆，领主之心就在那里。林浅浅，这么多年，你心里始终记着我，哪怕我只觉醒了最弱的骷髅兵，你都不曾有任何嫌弃。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回报你呢？那林浅浅现在怎么样？原本进展很顺利，很多跟我们同期的新生代领主都前往大陆与林浅浅会合，但谁能想到，有人居然遭到了别国领主的暗中跟踪，导致大陆坐标暴露。如今他们遭到多国领主的联合围攻，情况极其糟糕。虽然林浅浅已经第一时间向夏国军方发出求援信息，但军方领主距离太远，怕是很难及时赶到。又是那些混蛋！我正是因为看到了林浅浅的求援信号，想着离目的地不远，尝试过去支援，不料半路被樱花国领主拦截，差点身死。你找个地方休养，剩下的交给我。想不到你们这些夏国的小东西，居然能找到珍贵无比的领主之心，真是幸运。而找到你们的我，更是被幸运女神眷顾。大爷说的对，也就您才有资格如此幸运。不愧是英国爸爸，太厉害了！英国爸爸世界最强，无人能敌。明明是多亏了我们阿山国的神明保佑，就是因为我有着被恒河水净化的灵魂，才能带领你们找到这里。夏国女人，你肮脏的灵魂必须得到净化。正巧我身上带着我们阿山国的至宝神油牛粪，吃了它，你就能变得圣洁。我呸！傻子才跟你们一样吃牛粪，恶心！你敢侮辱我们的神油，是对神的不敬！我要把你抓回去，和朋友一起像计划师一样，去自净化你的身体。这么美丽的女士，必须得我英国的人享用。儿子们，快上！少爷，爸爸想要的，我们一定尽全力搞到手。英国爸爸，你可要记着我的表现呐！混蛋，老子和你们拼了！一群卑鄙无耻的家伙！除了阴暗的跟踪和以多欺少，你们还会什么？就这还是当了多年的正式领主，我呸！杀！不甘心，不甘心啊！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们。如果我当初选择自己行动，而不是找大伙一起，也不至于变成这样。林姐姐，你搞清楚，为恩人报恩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哪怕落到再危险的绝境，我亦不后悔。你们这些贼种，跟我去死啊！对方人多势众，连杨傲天都终究是挺不住吗？谁能救救我们？凌云，
我好想在最后时刻再见你一面，凌啊，云。是谁？一切都该结束了。天哪，我没眼花吧？真是凌云！你真的来了？不对，笨蛋，你不该来的。没看到敌人那么多吗？就算是你，也会有危险的。凭他们，还远远做。主人，我们也来了。主人，主人，人家都抱着你飞了一路，胳膊都酸，你今晚可要好好奖励人家哦。今晚奖励？你别瞎想，薇薇安她就是单纯的喜欢打牌，我奖励她打一晚上牌而已。真的只是打牌？千真万确。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居然带着3个英雄，仔细一看，不过是个夏国的新生代菜鸡领主。爸爸说的对，松狮的来了，居然有美女英雄服饰，太过分了，爸爸！立个图手，把女英雄给野狗爸爸献上，我们考虑饶你一命。哼，就你们饶我？兵种召唤！啊！好大的动静！难道是他召唤兵种引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他召唤的兵种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数量！出来了，我的亡灵军团！天哪，我不是在做梦吧？这真是人能做到的事儿！不愧是云哥，简直太帅了！这就是我们这一届最强，同时也是史上最强的新手领主啊！原来如此，凌云，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难怪你能抵挡100波怪物攻城，我心服口服。上100万的骷髅兵，开什么玩笑？还有上万的5阶兵种和6阶兵种，甚至还配备了7阶的飞行兵种。如此兵力，居然出现在一个夏国新生代领主身上，不可能，绝对是假的！爸爸，你不能慌啊！你要是慌了，我们怎么办？天哪，如此数量和质量的兵种，这怎么可能不够了？难道他也是得到了牛粪和恒河水的净化，成为了神？我不是神，只是人，并且是要杀你们的人，杀光一个不留。爸爸救我！爸爸救我！下雨啊！是吧？我不想死啊！我去吃牛粪，不吃马粪啊！能不能别让我死？饶了我！主公大人，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末世，这就是末世啊！行了，我们赢了，赢了！云哥，我弟的云哥！凌云，谢谢你。是我该谢谢你才对。凌云，这是我给你的惊喜，一定要开心接受哦。凌云，快打开吧。我终于做到了，小姨可以痊愈了。浅浅，你为我付出这么多，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哪怕拼上这条命，一定做到。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主人，你还犹豫什么？快，脸蛋和身材都很不错嘛，本公主很中意你，允许你陪在主人身边。哎呀，你们能不能正经一点啊？想不到我还有重返领主世界的一天，真希望这一切不是梦。小姨，一切都是真的。恭喜你，重新成为领主，可以继续属于你的领主人生。不了，就算靠着领主之心恢复一切，但我的领主人生也已经结束了。我已经想好了，以后会作为你的附属领主生存。附属领主？怎么，你还嫌弃小姨？实话跟你说，小姨以前可是很厉害的领主哦，手上甚至还有8阶兵种呢。成为你的附属领主后，小姨的所有兵种都可以为你而生产，成为你的强大助力。这么厉害，那就请小姨和我一起探索领主世界的奥妙。主人，别忘了还有芭芭拉陪您一起呢。薇薇安也是哦，愿意满足主人的一切愿望。主人就是奥登的一切。好，那就让我们全部一起屹立于整个领主世界巅峰。